纵观全球任何市场啊，最完美的情况都是良好的流动性和正向的资产收益的良性循环。35岁的 A 股在资本市场这个维度上，它真的是个孩子啊，而且是很老成早熟的孩子。其实弄潮儿们现在总玩飞呢，也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毕竟他们的经验就是在市场不成熟的时候建立的。曾经我们在政治上被美国予取予求，经济上为华尔街马首是瞻，那样的环境里，不成熟的 A 内部的流动性和正向的收益的互动关系，往往多数时候都是混乱的。但就眼下和未来的趋势来说， A 的未来必然是良性的有序的，这不是我的个人期望，这其实是未来咱家的整体战略决定的，是不成功变成人的战略决心决定的。今天我们细细拆解一下。既然健康的牛是收益率和市场流动性的良性循环，那么第一步，所谓的收益率足够好，说人话就是造得多，买的也多，收益率它就好了，就是经常我们提到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展。那供给侧不用说了，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经济，而且自古如此，只要让我们开始稳定的大规模协作，以我们的人口素质和组织水平、制度优势冠绝全球，那不是口号，而是一种习惯。但制造业无论在我们这儿还是在美欧日韩大发展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啊，为了扩大规模而摊薄了该类企业的整体回报率。很多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其实他们的股市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整体回报率并不理想。比如美国上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增速很快，但是股市表现一般，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呢，经济增速掉了一个台阶，但股市却开始了40年至今的牛市。再比如日本，上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增速最快，但股市表现一般，等到了70年代到90年代，经济增速下降了，股市反而迎来了20年的牛市。可以说把那些个发育成熟的海外金融市场的历史拉出来一看，就会发现大多数国家的股市繁荣啊，往往不是在经济增速最快的时候。经济增速快的时候呢，市场都是长熊短牛的，不断震荡的。西方经济学对此的分析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股市的涨跌不同步的奥秘，是因为社会利率水平的高低。经济发展快的时候，利率水平也高，导致股市表现不一定好。低利率呢，在中长期能够持续的对金融市场繁荣形成支撑，其实就是钱多嘛。但这个要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分析，就属于是倒果为因了。经济发展的好好的，大家都要用钱，为什么会出现低利率呢？其实回到利率低、股市增长的具体历史中啊，是因为在之前高速发展的时期积累了很多的风险，导致了过剩，这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必然出现的一个循环嘛。到了萧条期之后呢，央行需要降低利率，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刺激经济，为制造业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创造有利的条件。可问题就也出在了这里，欧美日韩在进入应该转型阶段的时候，或因为金融主权不完整，或因为选举制和两党制的政绩需要，就导致他们不仅没有在低利率的时候调整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发展，反而在制造业因为经济周期的萧条导致了一个经济困境的时候呢，把这个困境甩锅给竞争对手，并且呢向选民承诺自己上任之后经济会立刻好转，于是就争取到了选票，再为了兑现承诺就玩命的刺激来钱快看着红红火火的金融业。金融业本身又因为自己的壮大，牢牢地掌控着为自己保驾护航的政客们，于是金融业就开始腐蚀制造业，制造业需要的资金和人才都被金融业虹吸走了，最该干的产业升级是谁也不提了。于是这些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无一例外的都在高速发展之后，随着股市的繁荣开始萎缩空心化，金融业则像癌症一样不断发展，看着是体重增加了，其实是巨大的风险，比如昨天站上5万亿的英伟达。所以低利率和牛市它有关，但是因果关系并不完全是经济发育的这样的自然的结果。同时呢，这里还包含了发达国家利用货币权力剥削第三世界国家劳动力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们印纸币换取工业品来支撑自己的福利，这个游戏才玩得下去。实际上是南方国家的劳动时间支撑起了他们的福利。其实西方自己的产业空心化呀，就是该转向向上发展的时候，谁都不想承受我们现在经历了这种温差带来的选票流失，越是经济进入萧条期，就越是向对方转移矛盾，对内增加福利，通过金融的红火代替真正要解决的制造业的问题，通过借债发福利慷他人之慨。因为借国债的本质是本国内的货币增加了，在没有制造业支撑的情况下，流入金融市场，最后再进入几家资本的口袋，不改变分配渠道，或者说不改变分配关系，盲目的增加流动性，不仅不会带来繁荣和美好的轻微通胀，只会带来寡头和垄断。这也是我们
继续严格执行财政纪律的主要原因。而西方每一次都依赖金融支撑经济的这个皮囊，实际上也放弃了每一次转型发展科技创新的机会。因为本来低利率是适合进行经济转型的，结果呢，欧美日韩发现与其转型，不如转移风险和矛盾，于是就放弃了自己的财政纪律，肆意的发债刺激经济，增加福利，固本培元的机会就被低利率带来的流动性这个止疼药给耽误了。这既是西方经济发展放缓之后股市繁荣的真相，也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预言。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西方等发达国家不肯，其实也做不到的事情。在低利率状态下完成产业转型，毫无疑问就当下而言，中国社会的低利率水平无论从纵向看还是横向看都处在历史低位。因为利率本质就是资本要素的价格嘛，低利率天然有利于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发展，尤其是人力要素价格上升的情况下。而产业转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必然都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也就意味着如此低的利率水平将在经济发展快慢之外的维度上长期利好我们的市场。这里回应的就是第一派体寒的同志们的担忧，转型是必然有阵痛的，但是我们的大环境是在变好的。2018年以来，我国先后进行并完成了煤炭、钢铁、互联网、房地产、金融、消费等一系列的供给侧的改革。尽管在一些领域产能过剩的现象仍然存在，但就大部分行业的供给端而言，整体的健康程度在历史上是大幅被改善了的。这些同志们，你们的机会也许就在转角。那供给侧解决了，就要解决消费端的问题了。我国前9个月的出口是持续增长的，跟美国的出口额则下降了 22%， 这其实就是昨天市场如此给中美见面定价的原因。现实已经证明了，美国不代表全球化，美国的市场也并非不可替代，对于中国远没有到生死攸关的地步。而美国对于中国，无论是在稀土、重金属还是工程机械、日用百货上面，没有中国，美国的大选物料都找不齐全，谁需要谁一目了然。那一方面我们寻求到了更大的市场，可按照前面说的，我们的供给侧还要持续发力呢，还要有科技突破的上升，生产率带来的产能大爆发呢，到时候卖给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就得看未来10年全球哪个群体财富增长最快了。会是现在滞胀严重的欧美吗？会是如今资本大量出逃的印度吗？会是老嫂子带领下的日本吗？请大家认真思考一下本次15建议中的那句2035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句。没错，就是我们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做大做强，再创辉煌，超越垄断，单开一桌的重要组成，就是健康牛的另一条不可或缺的腿，强劲的内需。根据目前的增长率计算到未来2035年的时候，差不多我们要达到人均 2.5 万美元的水平，而现在我们的消费水平只是美国的1/6。之前大家总说刺激消费我也得有钱花呀，这不就来了吗？以目前咱家已经圆满完成了14个5年规划的能力和信用力来说，这句10年之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计划肯定不是无的放矢的。再从我们分析监管层的政策思路的改变上来观察，就可以发现自2023年年底中央金融工作提出金融强国以来，整个监管层对于市场的政策设计和监管思路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历史上政策谈到 A， 其实类似的定调都是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的股市。如今变化的是2024年1月，证监会鲜明地提出建设以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就在今年6月，央行等6部联合发文提出创新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以及国9条就更不用说了。所有的这些都在表明监管的政策导向变了，从侧重如何更好的帮助企业融资，变成了强调如何让投资者赚到钱。我一再强调，目前的 A 它是一个工具，它必然在高层指出的风高浪急的这个环境里完成反哺制造业，但不能泡沫化，增加分配、刺激消费、修复资产价格这3个目的。这不是我的猜测，这是整个的政策逻辑的使然。那刚刚提到了健康的牛，第一步需要资产回报率多，就是造的多，买的也多。第二步需要的是流动性。那前面我也说了，西方国家有了流动性呢，就对金融市场上瘾了，该干的没干，还把自己掏空了。那我们的流动性从哪里来呢？我们总不能就指望着美联储降息这一件事给我们制造流动性吧？那岂不是我们的牛健不健康还是握在美联储手里了？其实我们的流动性自己也是可以造的，真正影响流动性的堵点其实在土地财政和开发商以及银行的这个铁三角上。
在过去啊，社会的流动性与股市的互动关系之所以混乱，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股市从来也不是吸收社会过剩储蓄的主要场所，甚至不是重要场所。承担容纳社会剩余流动性的主要资金池是房地产市场以及相关的信托市场。大 A 啊，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靠边站的配角。那既然是个配角呢，社会资金的流入流出自然就充满了随机性和波动性。在07、15、21年我们都经历过，因为一些特定的原因，大量的社会资金涌向市场，也造成了市场的短期繁荣，但后续资金流出又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痛苦，于是就有了第二派弄潮儿人们的经验产生。那要放水，我们现在就必须得把地产这个吸走流动性的巨大蓄水池拆掉。那拆掉最影响的就是地方财政的依赖。国有3资3原则，以防有人不知道啊，再说一遍，就是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这3项原则方式是能用则用，不用则售，不售则租，能融则融，这4个方法。可以说这次提出的这个3原则绝不是湖北地方的行为，资产资本化、证券化、加杠杆是从20年前重庆黄奇帆就开始尝试的一个改革。时至今日，实际上大连、天津、湖南、安徽、内蒙、四川都已经有了各自不同的试点方法，且必然是我国内需的重要动能和引擎。首先，国资改革并不是所谓的砸锅卖铁，而是把家里的银茶壶、金斧头都拿出来，放在市场上作价。先说所谓的资源资产化，就是政府把手里那些闲置的家底儿都给盘活，比如一堆数据、一片山、一条河、一片林子。以前都不能怎么赚钱，现在不一样了，政府手里有一堆公共数据，以前是白放着，现在可以授权企业进行开发，打包成数据资产。砸锅卖铁是低价贱卖，而盘活资产是放在市场上，让市场配置价格。家旁边的一片林子不需要砍了毁了卖了，就能变成碳汇资产拿去交易，所在的城市的河流的发电权、矿山的开采权都能在保留原有状态的情况下，要么挂牌交易，要么上杠杆融资盘活改造。一句话，把家底上号，该变现的变现，该估值的估值。3资市场化会让一批高质量的资产迎来价值重估的机会，还会让一些积弊严重的小国企重新焕发生机。毕竟打包去市场上作价的资产，人家尽调一看，这个厂子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是一家子，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如此一来，小镇婆罗门的好日子也在倒计时了。正如方案里说的，让国资资产增值，怎么增值？说白了就是在资本市场上增值。再说白点，财政资产运作和资本市场绑定度越来越高，这不仅关系到直接受益的优资的国资，更是一盘系统性的大棋，其实也是对原有地方只会卖地的一种调整和激活。如果说第一次的国资改革是国家把手里的国企央企的效率做了大幅提升，这次就是要对地方手里的国资通过市场化进行效率优化。大家看看国资改革之后的效率提升，就能理解市场化这把刀是如何刮骨疗毒一般的让经济能够更加高效的了。而且各位与其担心过程里会产生的问题和积弊，不如先问问自己，家附近的这些闲置的资产就能造福本地的医疗、教育、基建，难道不好吗？这个改革唯一打击的其实就是曾经土地财政利益链条上的既得利益者们了。到底谁在这么着急反对呢？那么说回到今天的主题，健康牛的另一条好腿流动性，在盘活国资的这个过程中啊，必然会带来大量的新增信贷，或者说大量的新增货币。资源高效配置所带来的财富增长，远比发债带来的流动性，或者说利好经济的轻微通胀健康可持续的多。第三，资本市场将成为国资管理的关键载体，最直接受益的就是被低估值的国企，有整合潜力的国企，以及拥有优质资产的国企。因为这场改革带来的不只是经营效率的提升，更是估值的重新提升，那整个资本市场也都会因此受益。所以可以说3资改革的成功，也就是决定了健康牛的这第二条好腿跑不跑得起来的关键，因为它是同时决定了内需和流动性的一个关键的支点。从今天的文件上看，这是15期间非常重要的改革的支点。我相信以我们的战略定力和制度优势，一定会在当前这个时点顺利的完成这次固本培元的改革。不管是那些体寒的同志，还是恐高的弄潮儿们，可以把关注点多放在相关的进展上，相信对于理解趋势、建立新的框架会大有裨益。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